美东时间4号下午2点39分，美国空军北方司令部一架 F-22战机向来自中国的气球发射了一枚导弹，将其击穿。当时气球距离南卡罗来纳州莫特尔海滩附近的海岸约6海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天发声明证实，美军在总统拜登的授权下执行了这一行动。中国外交部网站5号发表声明，对美方使用武力袭击民用无人飞艇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声明指出，中方经核查后已多次告知美方，该飞艇属民用性质，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完全是意外情况。中方明确要求美方以冷静、专业、克制方式妥善处理。美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该气球不会对地面人员构成军事和人身威胁。在此情况下，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惯例。中方将坚决维护有关企业的正当权益，同时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同一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发表谈话指出，美方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是明显过度反应，中方对美方这一做法表示严正抗议，保留使用必要手段处置类似情况的权利。外界注意到，为了击落这颗早已被中方证实为民用无人飞艇的气球，美军可谓是大动干戈。根据美国电视台转播画面，在一场小规模爆炸后，气球向海面坠落，画面可见军机在附近飞行，海面上也有船只部署。路透社援引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的话称，多架战机及军事加油机参与了此次击落气球的任务，不过最终只有一架来自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的 F-22猛禽战机，在18000米左右的高度发射了一枚 AIM-9X 响尾蛇导弹，击落了位于19800米高空的气球。有观察指出，一架 F-22猛禽战机造价2亿美元，最快时速达2414公里，飞行高度最高近2万米。此次搭载发射的 AIM-9X 响尾蛇最高时速达每小时3057公里，每颗导弹的成本为38万美元。美国动力军事网站战争地带专栏文章披露，美军这次任务的阵仗很大，除了2架 F-22猛禽战机外，还观测到一架 KC-135空中加油机，一架美国海军 P-8A 海神式巡逻机在该区域徘徊。美国海岸巡防队一架 HC-130搜救机也从德拉瓦州威明顿市起飞。而此次升空的2架 F-22战机使用的呼号是弗兰克01和弗兰克02，有向美国战机王牌驾驶员小弗兰克·卢克致敬的意味。卢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击落了来自德国的14个侦察气球，被美国人称为亚利桑那气球克星。位于他家乡亚利桑那州的卢克空军基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F-22对于拦截气球来说未必一定是最好的选择，而且这次行动还有几架其他的战斗机进行保驾护航，这么大的阵势更像是一场表演。来炫耀美国的军力，炫耀美国的实力，特别是炫耀美国最先进的 F-22战斗机的这种战斗能力。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的消息，奥斯汀号导弹驱逐舰、菲律宾海号导弹巡洋舰和卡特霍尔号2栖船坞登陆舰在气球坠落地点附近部署。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和船只也在现场协助打捞。资深海军潜水员目前正在海岸边的军舰上待命，如若需要将潜水作业。五角大楼知情官员称，气球碎片落在了14米深的水中，比他们预期的要浅。在完成全部的打捞任务后，这些碎片将被带到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由 FBI 和情报机构的专家进行后续分析。时事评论员张学峰向深圳卫视表示，尽管美军坚称气球是中国出于所谓侦测目的故意放飞，但从气球打捞现场的一些照片来看，美方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通过现场的一些照片来看，我们看主要的残骸仍然是它的太阳能电池帆板，主要是为一些设备提供电力。然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设备，比如说有可能是传输数据用的，包括还有一些科学实验的采集的一些设备。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到疑似侦察设备。我们知道，如果说是所谓的间谍气球，它应该有这种对地侦察的设备，比如说光电传感器照相侦察设备或者说大型的对地观测的这种合成孔径雷达。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残骸，这进一步说明这个浮空器应该就是用于科研的。有分析指出，由于气球的可控性比较差，且装载的设备量有限，实际上并不适合对远距离的别国境内目标进行侦察。所以在冷战之后，各大国家并不用气球进行过境侦察，特别是拥有完善的卫星侦察网络的国家。通常呢，如果说是军用的侦察设备的话，
一般来讲必须要具备2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是飞行路线要可控，但是像气球这样的设备呢，它是受大气层中的气流影响的。第二个呢，气球这样的东西，你用它去做军事的侦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它的体型很大，很容易被人发现。我们都知道，作为军事侦察呢，一个要点就是我不希望被对手看到，才能达到侦察的目的。所以用气球作为军事侦察，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事情。美国战略智库马拉松倡议专门研究间谍气球的专家威廉金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间谍气球通常在2至3万米的高空飞行，这样才能不被敌方发现，也更难被击落。但此次在美国境内发现的气球高度不够，因此不太可能构成侦测情报的风险。The Pentagon, I should add, had been saying for a few days that they didn't believe that this balloon had as much capability, counterintelligence capability, as, for example, a satellite. So it wasn't seen as great a threat as a more high-tech surveillance device. 此外，美方选择击落气球的时机点也值得玩味。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该气球从中国西部飞往美国阿拉斯加附近的阿留申群岛，并在过去几天中穿过加拿大的西北部，然后到达美国蒙大拿州上空。但彭博社透露，美国在1月28号就已经由官方的气象机构侦测到了气球。美国国家海洋与气象局曾针对这只中国气球发布过轨迹推测图，可以明确看到，气球在掠过阿留申群岛向北极漂移的过程中，向东偏航进入了美国阿拉斯加上空，并进一步向东南偏航经过加拿大，并在1号凌晨经过美国蒙大拿州上空。值得一提的是，美方实施击落时，这只失控的气球已经随气流飞出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线。至于美国国家海洋与气象局根据大气环流变化而预判中国气球偏航的路径不谋而合。高空气球初创公司 Urban Sky 的联合创始人安东尼奥指出，高空气球在长途行程中依靠的风流，在冬季处在最不利的情况。中国此时专门针对北半球的某个军事基地发射气球，即便不是不可能达成，也是非常困难的。安东尼奥据此推测，中国并非有意针对美国的任何特定地点，气球出现在美国领空，更有可能是实验失败造成的，或者是它的自我终结系统出现故障。彭博社指出，美国此前几天一直低调处理气球事件，是因为内心清楚气球并没有多少军事作用，否则不会好几天都不采取行动，任由中国窥探更多美国领土上的机密。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e doggone thing should have been shot down before it penetrated territory of our sovereign airspace. Why did we let a potential adversary air vehicle penetrate the sovereign territory of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It should have been neutralized as it entered our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观察指出，一直对中国民用气球没有自控能力，而是随着大气环流而意外进入美国领空的事实心知肚明的拜登政府，仍要选择在此时击落气球，更多的是迫于国内强大的政治压力。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第一时间妄称中国漠视美国主权，要求拜登不能保持沉默。共和党籍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在社交媒体上渲染，美国的上空飘着一个中国间谍气球，无数美国人的手机里装着中国 TikTok 公司的间谍气球。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顺势在推特上喊话说，射下气球。预计将宣布参选下一任总统的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也加把火称，射下那气球，拜登让中国欺负我们，是时候让美国再次强起来了。更让拜登精神紧张的是，民主党内部也对其发出谴责声音。蒙大拿州民主党籍参议员泰斯特说，不能接受这种挑衅，政府必须拿出一个保护国家的合理方案。在政治重压之下，拜登的态度发生180度改变。4号击落气球后，他当着媒体的面婉尊称，自己早就建议射击，只是五角大楼出于安全考虑不执行。